美国海军最近有了一项脑洞大开的计划，说的是打算让 F-35变身反潜机，去搜索拦截中国海军的潜艇。此项计划细节如何？能搞成功的几率又是怎样？来看看详细情况到底如何。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美国是当今世界上军力最强的国家，手中也掌握着不少全球范围内数一数二的尖端兵器，其中有不少都是美国率先研发并投入使用的。美国也总是非常积极的在各种高精尖武器研发领域展开不同的尝试。最近这2天就有一则新消息传来，说的是美国海军想要将 F-35隐身战机改造成一款舰载反潜机，专门拿来克制中国海军的潜艇。为此出谋划策的美国军事专家表示，中国海军强烈的潜射反舰弹道导弹射程远、威力大，于美国海军而言不得不防。而 F-35隐身战机改造成舰载反潜机之后，恰好就可以在此领域产生针对效果。据美媒消息，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最近为美国海军研究所起草了一份提案，该提案中详细叙述了美国海军如何快速且廉价地将舰载战斗机打造成高性能潜艇猎手。假设提案中的计划能够实现，这将预示着美国航母在失去 S-3 舰载反潜机数年之后，再度恢复舰载反潜机的部署，弥补上一块空缺短板。在具体使用什么舰载机来完成舰载反潜机项目的问题上，撰写文章的美国军事专家认为，这将由美国海军现役以及未来将会长期服役的2款舰载战斗机 FA-18 超级大黄蜂和 F-35隐身战机来完成。简而言之，就是不会去研制全新的舰载反潜机，而是会通过改进套件、临时加装的方式，让 FA-18 和 F-35拥有按照不同任务需求转变出击模式的能力。只要有必要，就可以立刻化身舰载反潜机，加挂相应套件出动。此举将可以极大减轻美军航母的后勤压力和地勤负担。听起来是挺不错，让本就一机多能的 F-35还兼具了反潜能力。但美国海军这么做到底图了个啥呢？尽管美国海军官方表态没有明说，但是却有美国军事专家做出了对应分析。虎妞这就来和大伙唠了。有美国军事专家表示，美国海军目前的战略中心是西太平洋和南海及印度洋周边海域，换句话就是中国家门口的领海绕了个圈儿。美国海军旨在加强反潜力量，令航母重新拥有舰载机反潜的能力。这也是因为中国海军的潜艇太过强力所致。美专家举例称，中国海军攻击型核潜艇搭载的鹰击18潜射反舰导弹是一种非常致命的武器。这种导弹的射程远、威力大，处在美国海军舰载反潜直升机的搜索范围之外，即可有效攻击。一旦美国海军的航母舰队脱离了岸基起飞的反潜巡逻机支援，依靠航母战斗群自身反潜力量独自潜出深海时，在遇到随时可能出现的解放军攻击型核潜艇，就会非常危险。有鉴于此，就需要一款舰载反潜机来加以应对。说到这儿，其实很多军迷朋友想必就看出来了，比起解放军的攻击型核潜艇，美国人更在乎的其实是核潜艇上搭载的潜射反舰导弹，也就是鹰击18。此款导弹是我国海军现役的一型新锐潜射反舰导弹，有效射程达到600公里，采用亚音速巡航、超音速突防的掠海低飞攻击模式，结合北斗卫星和主动雷达双重复合制导模式，可以做到强大的射后不理攻击。这就对解放军攻击型核潜艇的生存性做了很好的保障。在敌反潜搜索范围之外，远程发射射后不管的潜射反舰导弹之后，即可迅速脱离。美国海军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才想要让航母重新具备搭载舰载反潜机的能力，令舰载战斗机变身反潜机，潜出到鹰击18的600公里有效射程之外，执行反潜搜索与打击任务，避免作为舰队核心的航母本身遭受致命打击。按照现有的计划细节，美国海军准备研制专供舰载战斗机投放的反潜声纳浮标，并打算使其智能化，具备在捕获声纳信号之后进行持续追踪的能力。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海军目前并没有可供舰载战斗机搭载使用的反潜武器，
所以这可能需要从轻型鱼雷或者其他一些小型反潜武器入手做改进适配，甚至可能会装备一些技术上比较老古董的带近炸隐性深水炸弹进行投放。专为舰载战斗机研发一款反潜武器需要更长的时间，在这之前得先用这些改造武器和过时老货凑合一下。简而言之，尽管就目前现有的情况来说，美军还在对这项计划的可执行性进行讨论，一切都还只是纸上谈兵，未到实际进行阶段。即便美国海军觉得这办法可行，真正要实际开始去做，按照美军内部目前这套拖拖拉拉、臭毛病一大堆的官僚主义制度，以及美国国会那边隔三差五审核军费使用情况，还卡着拨款不给的诸多问题来看，说美国海军这是前路充满艰难险阻也不足为过。就算到最后真的把这事儿办成了，有了让 F-35 变身反潜机的改装套件可用，保守来看最起码也得是3-5年之后的事儿。真要说到了3-5年之后，我国的新一代隐身舰载机歼35估计早就上舰列装，中美航母舰载机的代差将被填平，届时中国空军的岸基航空兵对海支援也会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再者，反正上门来找事儿的也总是他美国海军，在自家门口保家卫国的中国海军是绝对能得到空军和岸基航空兵支援的，这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巨大优势。到时候连海面上的制空权由谁掌握都不一定，美国海军现在就敢妄下结论说能确保制空权的同时，还分出一部分 F-35去客串反潜机的活儿，这大话说的也未免为时过早。